大家好，欢迎收看加拿大时事聚焦。35岁的文案撰稿人 Kate Fincham 在多伦多购买了一艘价值34万加元的船屋，并在船上生活了3年。他回顾这段时间时表示，这是他迄今为止做的最明智的决定。Fincham 的船屋购置起源于他对水的热爱。10几岁时，他曾参加过一次环游世界的项目，整整1年都在一艘帆船上生活。毕业后，他在商业游艇上当了3年服务员。2020年初秋，他在 Trinity Bellwoods 租房，但由于高昂的房价，他感觉可能在城市里一辈子都买不起属于自己的房子。机缘巧合下 ，Fincham 发现了 Bluffers Ice Park 公园内有船屋出售，尽管初时犹豫，他最终以34万加元购得这艘船。虽然无法获得传统的抵押贷款，但家人的借款帮助他一次性付清。2020年11月 ，Fincham 搬进了船屋。尽管最初面临冬季的挑战，管道和排水管结冰，但他也因此学到了船屋的维护技巧，如安装加热追踪器。第2年夏天，他修好了破损，并享受到了水上生活的乐趣。尽管船屋维护有挑战，但 Fincham 从邻居那里学到了很多。他描述这个社区为非常紧密的群体。有52户人家，年龄在30到75岁之间。在经过第1个冬天后 ，Fincham 感到维护工作减少了。他感觉这个地方更像房子而不是船。夏天是他最开心的时候，可以划船、游泳，甚至在后甲板上用餐。在成本方面 ，Fincham 支付了每月875元的停泊费用，水电费和保险费用较贵，但无需支付地税。3年过去了 ，Fincham 对船屋生活深感满足。他表示自己没有离开的打算。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了他的生活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船屋生活的存在。对于他来说，这是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据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政府计划与中国关押近3年的2名加拿大公民 Michael Spavor 和 Michael Kovrig签署每人赔偿300万加元的和解协议，以弥补他们在中国遭受的3年监禁之苦。然而，其中一名迈克尔提出赔偿要求高达1050万加元。报道指出，联邦律师正与这2名自2018年被中国拘留的男子进行赔偿谈判，希望在新年伊始尽早达成财务和解。同时，政府对 Michael Spavor 可能提起的诉讼表示担忧，担心这可能会聚焦政府的安全报告计划。据悉，加拿大政府为每名迈克尔提供了约300万加元的赔偿，但 Michael Spavor 的律师要求政府支付高达1050万加元的赔偿，声称加拿大政府在处理中国的安全报告工作中存在严重疏忽。尽管政府提供了300万加元的赔偿，但并未准备单独向 Michael Spavor 支付1050万加元，而是向2人提出同等的赔偿条件。截至目前，加拿大政府尚未回应有关赔偿协议的评论请求，而2名加拿大男子目前无法立即联系到。Michael Spavor 和 Michael Kovrig 在中国拘留超过1000天，是中加美3方争议的核心。这2名男子在加拿大警方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后不久被中国拘留。中国在2021年释放了2名男子。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取消了对孟晚舟的引渡请求，孟晚舟成功返回中国。加拿大和美国指责这2名迈克尔的拘留是非法和任意的，但北京方面否认了这一指控。加拿大政府此次愿意支付赔偿款，可能为结束这一敏感问题画上句号。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仅在短短的3个月内，加拿大新增人口达430635人，超过了历史同期任何一年的总和。其中只有4%是新生儿。这一巨大的人口增长不仅引发了对住房市场的担忧，还对加拿大的就业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学家指出，这3个月的移民规模相当于建设了一个新城市，将加拿大的人口扩大至第11大城市的规模。这引发了对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压力，加剧了已经高企的房价问题。在新增的430635人中，只有4%，约107972人被归类为永久居民，其余大部分为非永久移民，包括学生、临时外国工人和难民申请人。这使得非永久居民人口在短短2年内翻了一番。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缺乏权益的底层临时工群体。这一季度的移民数量超过了杜鲁多上任前每年的移民数量的2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相较于2014年的26.4万名移民，如今的增长速度相当惊人。而这些新移民的涌入加剧了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局势。尽管杜鲁多政府近期致力于推动住房建设计划到2025年建造10万套新住房，然而这一规模的住房建设对于新移民数量如此庞大的加拿大来说似乎不足够，使得政府的住房政策在缓解房屋需求方面显得相对无力。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加拿大在移民规模上的表现独树一帜。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都在努力减少移民数量，而加拿大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这使得加拿大在2023年底成为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这种情况在国际上极为罕见。总体而言，加拿大的巨大移民规模给经济、社会和政府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感谢您收看加拿大时事聚焦，我们下次再见。